平头就是直接顺着头去推，寸头的话就是随着头型去修。如果你有一些头都比较凹的，它会保留去修圆，但平头的话就是整个贴着头去撸掉。哦，这样你平头出来的话，你头型长怎样，平头就长怎样。哦，但寸头的话是，你的头型不管长怎样，看起来就都是圆的。哦，所以寸头的难度比较高的原因就是这样。你要剪刺猬头，我的那个有染的地方都要剪掉，它的长度够吗？够了，刺猬头比较薄，因为比较薄的话，我细软发适合。就是因为细软发，所以不能太厚。细软发太厚，它是塌，所以你要薄啊，你要轻啊。哦。对啊，但是你又不能打到太薄，你可以轻，但不能虚。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诺曼，欢迎来到。你可以不要那么突然。很突然吗？你可以做个准备吗？我已经准备好了。讲演突然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诺曼。嗨，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诺曼，欢迎来到我的剪发教室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这一款男士短发。那我们今天一样来做剪发教学。今天做的就是很多同学问的刺猬头。一般来说，刺猬头它就是一个很虚、非常虚的头发。其实经过一些流行趋势的改良，以前的刺猬头在现在来说已经没有那么流行了。像它的头发就是很细的头发。那我们今天来说的话，就是怎么让它头发打薄跟修剪是有一个自然的蓬度。所以如果你是细软发的同学，或者是你有细软发的困扰，那今天这个技巧就很适合你。在我们开始教学之前，记得先帮我订阅这个频道。那我们现在教学要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剪发会用到的几个工具，第一个就是剪刀，这是今天的重点。然后也会用到电推。电推的话，不管你是拿欧美的或拿日本的都可以。然后公分套的话，今天我会使用2个公分套，一个是3 mini 的。另外一个是10 mini 的，这是我们今天会使用的2个公分套。然后夹子的部分啊，我最常使用，如果剪男生的话，会用这一种月牙夹，跟我们使用的这一种一般平夹，中间是有一个塑胶圈，它主要做止滑的效果。我们在剪的时候，我们分3个步骤去做修剪。第一个步骤的话，我们就是把2侧，包含后面的头型，都先修饰起来，把该去掉的长度去掉。这是第一个步骤。第二个步骤的话，就是把2边的连接跟后脑勺连接点都先修饰出来。第3个步骤就是决定上面的长度，包含我们要打薄的技巧。所以今天总共我们3个步骤完成这一款发型。然后头发在梳的时候啊，如果你有这种分区夹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头发稍微往前梳。你会看到它发流往前跑的时候，我们直接由侧面这样夹上去，那你就可以很好的把头发要保留的地方夹起来，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可以推掉的地方了。好，那我们一开始先用10 mini 的公分刀去做推剪，然后因为10 mini 的长度比较长，你可以直接推到上面。我今天分享的技巧，它是一个更初阶的剪发技巧，它的连接啊，包含修饰啊，都是非常简单的，所以它可以运用在大部分细软发的男生短发上面。然后你看哦，我这样推上来的时候啊，它其实上面这边就自然有保留了一点厚度了，就是10 mini 的好处。然后你看到这边的长度保留完之后，以上这边就不要再推到这么高了，我们这边就可以顺着头型，让它有一点弧形下来的效果。那我们在看头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亚洲人这边一定都会比较塌一些些。那我们在做修饰的时候啊，你手摸下来，它的头型就是这样，到这边，到这里有一个比较扁的一个状况，所以这里以上都要做保留。保留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等一下再修。这边的部分就是要做保留的，保留的地方我们就先把它往旁边梳，然后这样直接由下往上推上来。这样的话，内层的部分就修完了。修完了之后，多出来的地方，我们就直接做连接。做连接的技巧就是梳子直接顺着头型斜45度，45度梳上，你会看到多余的头发在这边，那我们就直接把它去掉。这样的连接就会比较完整了。再一次哦，45度，看到多余的长度，我们把它修掉，然后以此类推，这样慢慢的往后带。还会看到这些比较长的，我们就直接都把它修掉。
这样连接完啊，第一个步骤就结束了。那如果你是希望旁边不要推到太短的同学，你两侧就可以大概是用10mm去推，这样的效果其实是蛮好的。然后在耳朵这边的时候啊，一些同学用剪刀，但是它很容易剪到耳翼或两侧的一个长度，我会建议大家可以用小电推，在这里去做一点弧度的修剪，它会让整个耳朵的轮廓立体度会比较好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耳朵往前这样直接直立切掉的去做修饰，这样效果其实是会更好的。好，那我们两侧的长度这样就完成了。但是如果我希望它的长度再短一点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换3mm的公分套，这样它的颧骨这一块是比较高的。比较高的话，你要是这边的保留长度太多或太长，它会让它脸型看起来这边变得比较宽。所以我会建议颧骨侧面这边大概2公分左右为止，我们就可以稍微推短一点。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用3mm的公分套，然后在这一段去做推剪。那推剪的时候，我要做一点柔和度的效果，所以如果这是头皮的话，我会顺着这样推上来，然后有一点往外带上来的这样的效果，有一点推上来然后往外带的这样的效果，会比较有轮廓的修饰效果，这样轮廓修饰感会比较好一点。像这样，然后我们给大家看正，好，它就是由下往上，然后这样往外带，往外带的感觉。这样它就会有一点点微微的渐层的感觉出来咯。如果学会这个技巧啊，你就可以剪出来的造型是不会输一些大部分的美发。我没有这样讲，我突然想说要这样讲，就讲好像不对哦，算了，有可能，还是不要影响别人放完好了。对，把这技巧学起来，会让你帮他剪头发的对象他会很开心。对，说哦。碎哦，这个造型。好了，就这样，很简单的一个小技巧。可是这技巧需要有一点熟练度，就是你要常剪常练这个手腕。我之前有教过第1堂课怎么拿、怎么使用。如果不知道的话，这里有连结可以去看。好，那这样两侧就修剪完了，你会发现它这边的利落度是不是就比较好一点，就比较不会说一片都黑黑的。但是如果因为年纪比较大，或者是工作关系，两侧是不能剪那么短的，那没关系，你就是用刚刚10公分去做修饰，它效果也是不错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一样来做连接，应该这样看到很明显的一个蓬起来。那很多同学问说，这边45度角去做连接，那这一边怎么办呢？我们这一边的话，如果你要这样45度角连接也可以，但是这样的手势是没有那么好拿的。我们现在可以反过来一样用往后的45度角连接到前面。那这样有没有解决大家的问题了呢？很多同学会问说，他的左边剪得很好，但是右边就是有一点碍手碍脚的。那今天分享这个姿势的技巧给大家。刚刚我们在剪另外一边的时候是这样往后，那我们现在剪回这一边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从后面往前，然后梳子是往后斜45度角。这样大家在拿头发的时候啊，也会比较好拿，然后在判断头发的一个长度修饰上，效果也会比较好。那这边连接就都完成了，这样技巧是不是很简单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换上3mm的公分套，去把它下摆这边做连接。为什么我说过要连接？是因为它颧骨比较高，这就是很典型的亚洲人的一个版本。虽然他的肤色很多人会以为他是泰国人，但是他是台湾人。好，那我们在推的时候，用刚刚那个技巧往上做柔和修饰的技巧。
像这样往上柔和修饰。这技巧它没有太多的难度，它需要就是熟练，就是一个手的一个熟练度。那你们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到哪个位置是往上修？我通常会抓在太阳穴的位置，这边往上带，就是推到太阳穴的位置，然后往上带一下，太阳穴这里带出来，然后这边的位置出来之后，就顺着这里往后修过去，这样你就可以剪出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男士渐层的一个效果。我们从发旋这里去取中心点，每个人的发旋不太一样，有些人有1个、有2个，或者是有3个的。那我们会建议，如果你有2个发旋的话，你可以去找哪一个发旋是比较明显的，就是白白的地方比较明显，可以把它当主要的发旋。另外一个就是用头发去盖它。好，这样连接完之后，我们换另外一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它这边的一个刘海的长度，两边会短一点，中间会比较长。刘海分上来，把多余的长度先修掉。然后剪到左边眉毛的位置，撸上来修掉，然后顺着这边剪到右边眉毛的位置，然后它放下来，头发就会在中间了。所以你想要剪一个旁边短、前面长，就是这样剪。从侧面看，你会看到这边是后脑勺的长度，这边是我们头顶发根的长度，我们直接把最长的地方修掉，做个连接。以这里为导线，然后往前，中间这一段往前做集中，你可以看到这边的位置，那我们直接把它去掉，好，继续往前，这边的长度修饰掉，好，到刘海的位置，剩下一点点，我们稍微修掉就好了。好，这边有多一个角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把它修掉。好，这样整颗头的2侧，包含上面的长度跟层次都完成。最后一个动作就是要打薄了。那我今天分享的是这一种打薄技巧怎么做。我们之前教过 V 型打薄方式，对不对？就是增加线条。但是我说过，今天想要帮他做的是刺猬头。那刺猬头的打薄方式啊，我们呈现的是跟之前教大家长发的3点式剪裁有点像，就是我们头第一点。我们今天分线都是直立分线，拉起来以后，你会看到这样一片头发，对不对？我们第一下直接从发根的第一下1，发中2，发尾3，然后一样往内伸，发根1、2、3。但是伸进去你会发现哦，我不是平了进去，我是有一点高度的，它是1、2、3、1、2、3、1、2、3，会变成什么？我发根都只被打了一下，它不会重复打到发根。所以就变成，它发根不会太过薄。如果你发根打得太薄的情况下，你在摸的时候，它就会有一点刺刺的感觉，长出来是会很明显的。所以发根一下就好，剩下的都在发中跟发尾。好，我们进行第2片的一个教学。好，大家看好哦，头发拉起来，这样拉起来，第一下在这里1，然后2，然后发尾，然后中间1、2、3，你看我打中间的时候，我的高度是没有打到前面的发根的，我打后面的时候也没有打到中间跟后面的发根的，所以是这样的高度去做一个落差。好，我们直接来一次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。所以这样的调量比较多的是在哪里？发尾，调比较多就在发尾，所以它不会过度的打到发根。打薄最忌讳就是你一直在打发根，打发根就会变成发根头发不见了，发尾变得特别虚。所以你在做的时候，你要平均的分布
在它整个的发量的一个配置，这样整个造型才会是好看，但是又不会到太厚。刚才我说过嘛，这个技巧使用就适合在于一般发或者细软发都可以这样用。那如果是自然卷的话，我之后再拍影片跟大家分享。好，那我们最后用的就是发蜡，我用的是有一点有脂质性的发蜡，像这样的效果。我在用发蜡的话，我会把它均匀涂抹在双手上，然后第一下一定在头顶顶部区。这里前后稍微拨一下，然后拨完之后，这一只手把它就会被吃进去，然后再换这一边左右拨一下，拨完开始去做塑形的效果，然后两边稍微往前带，它不管是往左边拨还是往上拨，它的头发的呈现的轮廓都是比较好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造型后的效果，侧面就是这样的感觉，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像这样，要不然这边的利落度就比较好，然后上面整体的轮廓感觉是比较好的。那我们先进特写给大家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教学分享课程就到这边。如果你对这发型还有其他疑问的话，可以在这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或者到我的 IG 上面私讯我都可以。记得追踪我的 IG， 并且订阅这个频道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了，拜拜。